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刘学义谭松韵合作背后有何意外惊喜？你相信古装剧宇宙真的存在吗？再问一句，刘学义是不是天生就该穿古代长袍马褂？今年一份奇葩网友统计吓死个人，说刘学义近5年古装作品产量堪比流水线，而他未曾让观众喊过审美疲劳。为啥？别人演古装，他是古装本装。如今他带着睽违大半年的新剧《兰香如故》杀回荧屏，搭档古装小甜心谭松韵，这剧情听起来就稳得让人全村的希望都寄托上了。可别高兴太早，网友们期待归期待，这剧能不能杀出重围，成为下一个爆款，还有一摊子问题，咱们的使劲扒一扒。刚一开播，就有网友吵翻了天，刘学义又来啦，他是不是不演现代戏会过敏啊？有网友对你行你上啊，还有姑娘直呼一开口就能脑补到春花宴的高分滤镜。你瞅瞅，粉黑路人三方势力正面硬刚，谁都不服谁。更厉害的还是主演阵容，刘学义加谭松韵，要说都自带热搜体质，一人可以点燃半条古偶赛道。还没看正片，粉丝们光是磕剧照、剪片花都能整出隐形情侣 CP 感。可两个人同框，能爆发什么化学反应？别着急，预告片里那几秒眼神戏已经让网友玩起了眼神杀大比拼，呼声高的能直接冲下一届金鹰奖。你说这剧究竟图个啥？权谋、复仇、爱情，还是全都要？看热闹的容易，看门道的那得刨深一点。东风压倒西风的剧本硬核程度，别拿又一个权谋剧打发观众。兰香如故改编自何燕珊的拿手好戏《兰香园》，金牌编剧桐华亲自操刀。你别小看这个名字，跟穿越鼻祖一组里混过的，故事根基就扎实。剧情怎么个路数？用老丈人的话说，甭管你多牛，好日子都是苦过来的。沈佳兰、谭松韵是天真无邪，一夜之间家破人亡，从许配千金秒变家破人亡加复仇女主，这转折比东北早春天的鬼天气还刺激。林锦琪刘学义是给他一句闷葫芦算是美化了，其实是闷骚版猫系古人，爱在眼神里飘，情绪全靠动作给。你要不是火眼金睛，准备用错 CPU 解读它。两个人娃娃亲，满门抄斩一分开，阴差阳错变成雇主和婢女，老天爷这剧本都写得太狠。网友热评：现实不如这戏狗血。大实话，可就这种剧情套路，多少6789号权谋剧没玩明白。这次能不能突围，全看配角们卖不卖力，剧情能不能掏空噎不住的惊喜。古装剧的铁三角：权谋、爱情、家仇。老百姓看啥？看苏爽复仇，看苦尽甘来，谁家小姑娘不想一夜逆风翻盘？夜深人静追得流泪，白天互相安慰，明天我也成大女主。说起来，东北大姨家串门聊天，聊着聊着都能从自家亲戚八卦跳到电视剧，你说这沈佳兰不得哭死？要是搁我家姑娘，那早就端着瓢把子找对方算账了，看的就是个畅快。别以为剧情过山车就万事大吉，市面上打着爽虐刘旗号的古装大剧堆得像大白菜，观众早就练成铁打的滤镜流水的古偶。有网友吐槽桐华这牌面近年也不保险，毕竟步步惊心那是股早榨之机，现在编剧不是你讲故事，观众全程解谜。更绝的是配角一多，画风难免有汤有水。你说李梦、叶青飙戏谁怕谁？但副线要是太乱，主线就得喝西北风。再来看主角人设，说刘学义是古偶专业户没毛病，但兰香如故这回主打演技范，戏路再宽粉丝也有疲劳点，怕就怕雷同。
谭松韵呢，甜美成长型角色演了不少，这次卧薪尝胆查家仇，既得让人信，又不能掉位，把人设演得像草台班子，那就完了。没准真有人看前10集就开始吐槽套路又来了，又虐我又甜别人，谁能给点新东西？更别说片方前期宣传全靠主演互相抬轿子，真正播出后效果还很悬。有人脉，有资源，有 IP， 但观众到底想看什么？咱看剧看的是过瘾，不是陪着市场团队搞粉圈养成。前面激烈对峙，节奏一慢下来，整个气氛像大锅饭里撒了冷水，各打各的算盘，主角复现其下，最后可能一锅端变米糊粥。反方声音就更扎心，复仇套路，女主逆袭，这不都是市场通稿？都是情节牵强，角色没得共情。这话难听，但有点道理。想掀翻观众心里铁皮锅的扎进人心里，要是图有热闹没真情，最多火3天热搜，第4天就凉透了。一部剧不能只有流量，还得有点人情味，烟火气，叫人心里有触动才叫真爆款。这剧一开场的热闹还真没白等。前期观众都以为又是逃不开的套路，结果编剧童华杀了个回马枪，一通权谋暗线，线索盘根错节，角色爆发冲突，剧情往深里拧。一场家国大乱斗，沈佳兰化身隐忍复仇大女主，卧底邻家，步步惊心。让人拍大腿的是，剧里没那么多圣母式原谅，而是一场咬牙坚持、智勇斗狠的正面刚。比亲情更狠，比爱情更真，观众弹幕刷爆，这才是古装剧该有的味儿啊！双引号，眼看女主一点点把地主家的傻儿子玩得团团转，男主明明一身正气内敛，可那背后又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身世恩怨。一次赏花宴，暗流涌动，前朝旧案，家族阴谋串联主线，主角团斗心眼，斗到飞起。这一番反转，打了无数套路剧的脸。网友直接标东北话真实整挺好，这剧情不晃悠，有点绝活。双引号，更狠的是，剧情把女性命运困局全摊出来。沈佳兰被家族冤狱拖入泥泞，可她偏不认命，硬是靠智商和胆量拆楼梯、闯牢狱、拼人情、斗权贵。她可以委屈自己苟住，也能亮剑到底硬刚，仿佛每个996打工人灵魂觉醒的旧照。剧情推进越狠，观众带情绪越激烈。你看那评论区，男女老少一水齐喊就冲女主，这个气场必须撑下去。大家都借用古装镜头，把自己生活里的辛酸和愤怒狠狠投射进去，这才叫真正破圈。但真到剧情拉满，观众的饭圈审判也跟着升级。有人喊女主这智商，男主那波隐忍，咋还不谈恋爱直接结仇到老的了？主线太狠荤，副线要么一惊一乍，要么平淡无奇，节奏控不好，一不小心就滚烫大爆米花变锅巴焦锅。此时主创难免吃力不讨好，你说权谋多了，有观众嫌烦；你说感情戏甜了，又有人喊腻。你主打女性励志，还有人发复仇流快餐剧审美疲劳的弹幕。到底啥是新？哪来的意想不到惊喜？一部剧从头到尾换个设定，来2个猛反转，真就能逆天改命？很难。就像大姨家春晚年年，每年都说有新鲜感，第2天还不是全家集体吐槽老一套翻炒？观众新鲜感消耗极快，一部剧即便高潮迭起，角色大爆发，平台操作不利，营销太生硬，照样面临2极分化，有人追得热血沸腾，有人看得困意绵绵。双引号，再看演员，有粉丝揪着刘学一眼什么都是古装脸念叨老半天，甚至调侃他自带宋元气场，现实中安排个现代职业就跳戏。谭松韵甜姐们虽有票房号召力，但转型路上磕磕碰碰，市场不见得都买单。再好的本子演砸了也能打回原形，副线再多，
刷不过主线流量密码。说1000到1万兰香如故，要的就是一个狠字，敢在套路里玩新意，敢在老瓶里放新酒。可有创新就是绝对安全牌了。图样图森破，观众这群小机灵鬼，早被各种奇葩古偶剧折磨的钢筋混凝土心脏，今天追女主复仇，明天就可能转头喊腻。你说古装剧靠权谋复仇抓眼球，好像也没有跳出天花板，粉丝一拥而上，转身又一哄而散。至于男女主强联手，究竟能不能擦出传说中的爆炸火花，还真就只能等剧播后见分晓。讲真，假如古装剧的顶流都一锅端成流水线，是不是的考虑让主角偶尔换身衣服，演个现代人，尝尝什么是21世纪的铁锅炖自己。东北老铁都的感慨一声，这局是真不好整。双引号，大家说刘学义、谭松韵强联合就能稳拿古装剧天花板，这预定爆款到底是真的有实力，还是粉圈信仰充值？你们是觉得演员再牛，剧本再烧脑都能救古偶市场，还是觉得权谋复仇加大女主的老开发票，迟早让观众吃腻？快来评论区各抒己见，看你是准备追到底，还是打算摇头吃瓜？兰香如故从曲折剧情到顶配阵容，这部古偶剧为何令人翘首以待？兰香如故开机消息一出，古装剧圈直接炸锅。这部改编自何燕山小说《兰香园》的剧集，讲述世家千金沈佳兰遭遇灭门之灾，隐姓埋名潜入仇家当丫鬟，最终逆袭翻盘的故事。原著粉早就把小说翻烂了，现在终于等到影视化，能不激动吗？谭松韵这次挑战双重身份，既要演落魄千金，又要装卑微丫鬟。最新路透里，她穿着粗布衣裳扫地，眼神却透着狠劲，完全颠覆以往甜妹形象。刘学义甩掉仙侠剧的飘逸长发，换上明代官服演起高冷贵公子，光是定妆照就让粉丝疯狂存图。制作团队来头不小，编剧桐华写过《步步惊心》，虐心剧情是拿手好戏。导演黄颖香拍过《鹤唳华亭》，对古装权谋戏驾轻就熟。剧组在恒影视城搭了实景，光临府大院就砸了上百万，连丫鬟的衣领刺绣都按明代纹样复原。争议点在于改编幅度，原著有大量宅斗情节，剧版会不会为了过审删减？有书粉在超话发帖担心，千万别把沈佳兰的智斗戏改弱了，我们要看真大女主。这条评论点赞过万。制片人最近受访时承诺会保留核心情节，但具体怎么改还是谜。社交媒体上已经掀起选角讨论，有人觉得谭松韵长相太甜，撑不起后期黑化戏份，粉丝立刻甩出她在锦衣之下的哭戏片段反驳，当年谁说袁今夏演不好虐戏？结果哭戏封神。刘学义倒是没什么争议，毕竟琉璃里的浩辰师兄证明了他能演狠角色。最新消息是剧组在象山影视城补拍外景，被网友偶遇谭松韵穿着嫁衣拍戏。路透视频里她红妆艳丽，和刘学义站在雪中对峙，眼神戏绝了。这段视频转发破5万，评论区都在猜是不是大婚名场面。服装指导透露花了3个月研究明代服饰。沈佳兰当千金时穿织金马面裙，做丫鬟换素色比甲，连发髻高度都按身份变化。这种细节控让考据党直呼内行。历史博主汉服小达人专门做了期视频解析剧中造型，播放量2天破100万。原著里沈佳兰靠制香手艺在林家站稳脚跟，剧组特意请来非遗传承人指导香道戏份。谭松韵提前1个月学习古法制香，手上烫了好几个泡。最新花絮里她碾香粉的手法相当专业，完全不像现学的。观众最期待的还是感情线。林锦琪前期退婚伤透沈佳兰的心，后期却要反过来追妻。
这种虐恋套路老套但管用。预告片里两人对峙的镜头已经剪进各种混剪视频。B 站有个古装虐恋合集，他俩的片段点击量断层第一。拍摄期间有个趣事，刘学义有场戏要抱谭松韵转圈，结果自己先晕了 ，NG 5次才过。这段花絮放出来笑倒一片，网友调侃：仙侠剧吊威亚不晕，抱姑娘转圈反而晕。正主亲自回复，主要谭老师太可爱了，紧张。现在最大的悬念是播出时间，平台方放风说可能在2025年春节档，但具体日期还没敲定。豆瓣小组已经开赌盘压住收视率，有人赌必破2，也有人觉得古偶市场饱和难报。你压哪边？评论区见真章。